各位球友，大家好。咱们在网络或者电视中看到优秀的运动员反手击球的时候，动作比较的丝滑。这个主要原因就是说他们的手腕应用的非常到位。这个手腕啊，在反手的整个动作框架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那我今天拆开讲解一下手腕如何来应用。对于咱们业余球友来说，和专业的相比，他们的手腕力量确实比我们大一点，但是其实没有大到很夸张的地步。我们很多时候反手手腕用不上劲儿，并不是说你本身的力量不行，而是你的专项力量不行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说你这个力量用不到球上。那么我总结出来主要有以下几点。第一点就是说你的发力距离不够，无论是反手撕、反手拉、反手下旋拉，包括反手的拧拉，你这个整个的做工距离太短。我解释一下，就是说我们在用力之前，你的动作幅度要稍微有一点，你才能使上劲儿。啊，本来我的力量在这儿出来，但是呢，我使到这儿的时候，球就已经过来了，这个你显然是用不上力的。那么第二条呢，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充分的引拍距离。咱们有的球友啊，就是不引拍，比如说反手撕的时候，我们正常应该是手腕收回来，往前顶，对吧？他呢手腕不收，这样顶，那你这个手腕啊移动的范围太小了，没有力量让你去使啊，一定充分的收进来再顶出去，这个力量才能大。那好，我们讲完了这之后，分别拆解一下这个手腕到底怎么去引。往哪个方向去引，又往哪个方向去发力。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反手快撕，这个快撕针对的是对方过来的上运球，所以说手呢要高一点。那么如果你想把力量做大啊，怎么能使劲呢？板头一定要高，这个你需要注意一下，这个板头一定要起来。咱们有的球友还总是这样啊，我侧面做一下，这样不行，就你板头不能掉下来，掉下来呢只能给球往上的力多。从后到前去使劲儿，那么引拍的时候，要想把这个球拍引进来，首先你的肘不能离身体太近，这个不行，进不来了，到这锁死了，肘往前伸，手腕才能进来，这你需要注意这个动作哈，这个一定要进来哈，这样去顶。这个顶啊，单纯的用手腕是没有力量的，一定要靠肚子带动前臂手腕，带动它往前顶啊，它这是一个合力，是一个身体协调的发力过程。第二条呢，就是说这个引腕的时候啊，不要一步到位。这个反手击球和正手击球的整个框架，引拍一般我都分为两段式。比如说这个反手撕，我们不要直接把手腕引到这儿，这个整个你这个手臂就僵硬了。在发力之前的放松非常重要，那你整个一僵硬，再使劲就很困难了。所以说我们在引的时候，先引一半。怎么叫引一半？比如说我最后我想主动发力的时候，这是个机会啊！我可能引到板头，我对着肚子了，啊，板头对着肚子，我去撕它。这个时候你先别引到这儿啊，你先引一半，看清啊，先引一半。引完一半之后，我们用身体去带动它，啊，在出手之前再来一点，啊，看清了，引到这儿，出手之前先这个，再这个，啊，再近距离看一下啊，先引一半，出手前，哎，还有一点引到顶出去啊。连续做一下是这样的，你看停，出手的时候看慢点做，这么出去啊，引进来，手要架住了啊。你看我不发力啊，开始做的时候，哎，你只要蹭住它就行啊，这叫蹭住了，对吧？它是有旋转的啊，把手看现在摩擦好，哎，这有旋转了，加上点身体的力量，然后手腕呢逐渐的加大引拍的幅度。啊，你看我是拿肚子往前顶的啊，注意看啊，我是这样顶的，但不要那么夸张啊啊！先收进来，这个身体不要转啊，撕是从后到前，肚子往回收，往前顶，往回收，往前顶，手腕进来。哎，开始的时候啊，你要能蹭住，哎，有点撞击，有一点摩擦就可以了。你不要手腕不引啊，有的是这样做的这不行啊，咱们球友这样做不行，没有劲儿啊。这个手腕一定要进来啊！看来现在是不对的，收啊，收进来再顶。好，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讲反手的下旋拉。面对下运球的时候，我们整个要有一个制造弧线的感觉。刚才快撕我讲的手是拿上面来，对吧？板头平一点，或者叫板头高一点。那么对于初学者来说，刚刚接触到反手的下旋拉，你一定呢要制造好弧线，加好摩擦，板头稍微低一点。
这个弧线开始啊可以制造的稍微高点，这样更容易上台。那么刚开始学的时候，我建议啊直接从后往前顶，啊不要像那个专业的，你看人家拉哈，梆就爆甩这种哈，千万别学这个。这个抖音有时候看多了，容易误导你。第一个感觉你自己就行了，第二个呢就是感觉谁也不行了。好，我们接着回到这个反手下旋拉。板头稍微低一点，这个低啊也是像刚才我讲那个反手快撕一样，不用一步到位哈，别直接这个又完了，你又僵硬了啊！先拿好，先这么拿，端平了。出手之前，哎，先下来啊，我这个角度你可能能看清点啊。出手前我板头再低点，然后往起起啊。那么这个球呢，也要根据它的旋转，包括弧线来控制你的板型和发力方向啊。又低又转又长的，你肯定的板型越亮，引拍越低。越向上使劲儿，反手下去拉的时候啊，你手可以稍微低一点，哎，先靠肚子往上顶啊，先肚子往上顶，哎，把这弧线可以挂的稍微高点，引拍低，板头下来啊，板头下来。那么这个你看蹭的太多也不行啊，不要这么蹭，这个蹭它上不了台，弧线太短，你还是要加一点撞击的力量啊，有点往前感觉，不能光这么蹭啊，这样是弧线起不来。这个不是发力方向不对啊，这是你的弧线太短，一定要多加一点啊。稍微加点往前撞的感觉啊，先低点啊，低点，把重心抬起来，带着它啊，带着球拍，以肘为轴，然后前臂手腕使劲。刚才讲这手腕是不是往下掉一点，再往上走，掉一点往上走？先把这弧线哈，你可以短一点，可以高一点，这样上台更容易啊。靠身体带。开始呢，不建议这样啊，不建议这样，就先往上顶，从后往前，从下到上。把弧线制造好，这个不用引拍那么低哈，就是说现在这个球这么大了，不用像原来这样的啊，这个高调你要做的这样还原太慢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反手拧拉。反手拧拉相对来说比较难啊，一定是你在反手撕、反手下旋拉比较熟练的情况下，才刚刚开始接触反手的拧拉。这个拧拉其实对于很多球友来说，你这个比赛当中啊，基本上用不上。但是咱们很多人追求的不是这个，我必须得帅呀，是不是啊？球可以输，但是这个5加球我必须要拿到。那你抱着这个心理呢，咱们稍微接触一下拧拉也问题不大，因为这个拧拉手腕应用的比较多，你身体呢不太容易协调发力，因为这个球是在球台里边，对不对？你不像这个在远处，你这个蹬腿哈、转腰还都能使上劲儿。这个呢相对来说动作比较小，对于你前臂手腕的力量要求呢也是相对来说更高一点。拧拉一共分2种，一个叫正拧，一个叫侧拧啊。开始的时候呢，你肯定学习的叫正拧，正拧一般是针对对方的弱下旋或者是上旋球都可以进行拧，当然侧旋球也可以正拧。这个拧拉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，肘要比反手拉的时候更偏前一点，你的肘要架出去，这样呢能给手腕留足空间去引拍啊，肘离身体稍微远一点，这样呢引的比较充分。依然是2段式哈，开始引一半，出手之前。还有一个往里内旋，然后出手的过程。这个拧啊，身体一定要上来，根据对方的旋转选择引拍的高低。上旋球呢，一般来说早一点，下旋球可以下降前期的时候再进行拧。手腕，哎，手腕先进来啊，这种啊，手腕进来。你开始的时候依然是啊，你给我加点弧线，我先给它挂起来，或者叫先拧起来。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啊！拧之前重心压到右腿上。这个侧拧呢，你就要接触到球的侧面了，它走也有一个弧线的这种感觉走啊。一般是针对对方下旋相对来说比较转的时候，哎，你采用的是侧拧。侧拧的弧线比较长，更容易制造弧线，当然它的速度比较慢。威胁一般来说比正拧要小。好，最后我给大家讲一下反手拉。反手拉呢，指的是上旋球啊。一般来说呢，是距离球台比较远，身体呢整个发力啊，它有一点蹬地转腰的这种感觉。刚才讲撕呢是从后到前顶肚子，这个呢稍微有点转体啊。那么一般来说，欧洲运动员可能转的比较大一点，这种啊，就是引拍都到了一个左边的腋下。现在国内好像很少啊，一般来说就在你的肚子偏左一点点，靠身体去转动。啊，用身体去带，这手不要孤立的去使劲儿，这个不稳定啊，带动它走。那么这个手腕呢，也是板头要高一点，
那么这个手腕的引拍其实和刚才那个3项是一样的，引拍一定要压板啊。引拍的压板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击球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板型，但其实我们引拍的时候是这个板型。咱们很多球友都是在后台问过我，说这个板型你引到这样，它到时候不打板边吗？其实它不是这样打的啊。为什么不能这样去引拍？比如说我这个板型接触球，那我这么引好不好？这个你引不进来呀，使不上劲儿啊。你看我压着板之后，我能引到肚子这儿，你这个怎么引？你能这么打吗？显然不能。就是说我们的引拍的时候拍型和接触球时候的拍型是不一样的啊。你看引的是这样，出手的时候它是亮出来的，看清了吗？好，回到这个反手上旋的拉球，手腕呢一定要压住了啊，板型压住了往里引，引到你的肚脐眼偏左一点点就行啊。刚才讲不太建议到这儿，然后靠身体带顶，这个不要甩太狠了，这个手腕啊，基本顶到前面就可以了。有的球友一顶到这儿的原因，之前视频我也讲过，就是你引拍的幅度太小了，多引一点，你正好就顶到前面啊。如果你不引手腕，很容易造成这种感觉。反手拉啊，上旋啊，你开始就可以放松点啊。你看我使劲了没使劲？只要你能挂住它，哎，你看。其实，哎，能挂住它，加点身体的劲儿。主要是引拍的时候吧，身体得过来，多向前顶。这个远抬的时候，重心不用太低哈，你不用这样，这样这个太顶脑袋了，这球在上面了，你重心稍微抬下来点，